所以下来就是国门广场。下去快到了，在500公尺在前面了。哦，还没有听到声音。对，还没有开始吧？现在6点钟开始，还没有6点，还没到6点。对。目的地即在您的左手边。在左手边，在那边。已经到了。对。你看，这采访车很多，你有没有看到 ？OK， 在这里。好，可以 ，OK， 可以。好嘞，谢谢你啊。好，不客气。柯文哲的造势现场在基隆的国门广场。这国门广场在基隆还挺有名的，就靠近海边，一下来就闻到一股臭豆腐的味儿。看来应该也是有人在这卖臭豆腐。看这前面就已经搭好的舞台，说是6点钟，但是现在已经到了6点，但还没有开始。进来看一眼。哦，这都是工作人员的区域。哦，这面应该是媒体的工作台。人数感觉不是很多呀。这个应该是柯文哲在选前啊，在台北之外最后一场造势晚会了。你看那椅子都摆好了，但是还没什么人，就整个前面啊也就聚集了大概可能有1/3、1/4的人，后面那么多空椅子。但是这面确实看着都是年轻人。很好。老师，你是之前有上，之前有上那个，百灵果。对，是的，是的。你好，你好，可以跟我握手吗？你好，你好，谢谢。你好，你好，你好。对，你们是老师加油，我们是志愿者。志工是吧？对。啊，我们今天就来拍那个柯文哲的这个造势。是。你们是记者吗？对，我们在。你们有新闻证或者名片吗？有名片。对，名片我给你拿一下啊。对。老师现在一样在日本。对 ，OK。对，因为这次台湾大选，我们过来对看看热闹。了解。今天很冷哎。对啊，对，太辛苦了。谢谢。你那一集我看了2次。是吧？对。好，谢谢。老师来。这边是不是媒体还要登记一下？是，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对，会给我们发个证是吗？是的。那可能这个设备的话，我们可能要检查一下。可以，没问题，你检查一下。带相机吗？肯定是一定要就这台。我们带这个证就可以全场都走，都没问题，是吧？是的。对。不过位置要好的话，两边录影的高台是最好的。哪个？对，那两边那个高台就是媒体就是站的位置。拍照的，对。但是我们拍呢，就是更多的还是想拍一些周边的那些有趣的。可以，但是就是不要太靠近中间。那你放心吧，因为那个前面那个舞台上的内容啊，很多电视台都在转播其实内容都差不多，但是我们更多的想拍一些，就是那个就是说，如果那个柯先生到的时候，再麻烦配合我们的没问题。你怎么配合？你说。就是说，尽量在那个舞台、那个高台周围的红龙绳以内。我看那个说是6点钟开始嘛。我看那个7点开始是7点钟开始。对，然后就是柯总统候选人要来的话，大概8点左右。对。这个时间有点短啊。我看，因为我昨天去那个国民党的那个造势晚会。他们都是一场都要搞3个小时、4个小时。其实主要是还是我们那个录影，他们这边集合的时间太久的话，会影响到其他的邻居所以说，加上我们这边都是民众自发性的所以他没有任何游览车过来，所以不需要接。你们这边就是一辆游览车都没有？没有，不可能。对，都是就是说自愿来的，是支持者自愿来的。没错。那他基本上也就只能是基隆的，对不对？不一定，临近的像新竹像台北以北的话都有可能过来，也有可能。对，但是我看现在人还是有点少，对吧？等一下就知道了，还没开始，是吧？对，以往都是到7点半人开始爆掉，是吧？对，对。
OK， 好嘞，好嘞，好，谢谢，很高兴看到你。哎，谢谢。我你们这厂子里基本都是年轻人，我看确实是。也是有一些就是比较长辈的人，对，少一些。也还是有，像刚刚很多阿公阿嬷已经先进来了。是吧？对，是的，您可以进去让。好嘞，我进去跟他们聊一聊。好，谢谢。这柯文哲的厂子啊，确实旁边是没有什么观光车、游览车。我们转来转去，这周围是一台都没见到。所以支持他的可能真都是自发来的，好像也没有见到那个卖小吃的。这些只有卖一些周边的，就是荧光棒啊什么之类的，不像国民党那厂子旁边的一大堆卖小吃的。你看这边就单纯多了。看这卖的是什么呢？义无反顾拼一次，这是柯 P 的，是吧？啊，7个颜色。这是柯 P 的是吧？对啊，柯 P 的。哦，这多少钱一个啊？150一个。可以换颜色。哦，可以换颜色。换颜色是自动换还是自己换？自己换怎么换啊？按了就可以换。哦，按了就换成这个颜色了。换什么颜色？还有这种的。这种也是支持柯 P 的。这只有单色白色。这个也是支持柯 P 的是吧？柯 P 对。后面是小草。哦，这个多少钱？这也是150。也都是150。那这个像算是你们自己做的，还是说？这个请美工做。是你们自己做的是吧？啊，来买一个来。来，我买一只。好，我买一只。这个哈，谢谢。哎，谢谢你。卖了多少个了？今天？刚开始而已。刚开始。1、2个客人，不多了。一晚越晚越多人了。啊，一晚上能卖多少？之前都跑演唱会了，今天是第一次来柯 P 了。对，都是演唱会的那种。我住台北了。你住台北？对啊，后天要去凯道啊。后天凯道不是柯文哲那个吗？是吧？在凯道，对，在凯道。那你卖这个，你是因为你支持柯文哲，还是说你就是想卖荧光棒吗？没有啊，我们是支持柯文哲。哦，就是小草，这小草这是柯文哲的象征。自己加工的呢，是吧？是一般那种现成的呢。去买这个弹簧夹子，把它穿过去。哦，对。然后这要穿哦，有的很紧，手会痛啊。然后就夹在这个上面是吧？对。那在这儿卖东西的话，需要报备吗？不用，选举一般不用。不用。选举场不用。不错的啊。你也辛苦了。啊，谢谢啊，谢谢。你按一次就定折一个颜色。200块，这一晚上能卖完吗？这些？一天基本上都可以了。这些哈，那就说明支持柯文哲的人愿意买这些东西，是吧？啊，国民党那个好像不太愿意买这些东西。对呀，那连便当都不买了，那个不愿意花钱是吧？对呀，就小草。这会儿人应该陆陆续续上来了，进场还要安检，我们安检一下吧，也进场，看看那头发戴着，很可爱的，里面就只有一件衣服，就带了一个外套。好，那边报过安检就可以了。好嘞，谢谢。为社会解决问题。进到厂里面来了，我们到前面看看啊。总体来讲啊，人数还是不多。现在离那个7点钟正式开始还有20分钟，但是这场面啊，人数那跟国民党我们昨天看这场面还是完全没办法相比。你看这前面一共也就只有个20米吧，前面就是舞台了。舞台的规模呢也小很多，屏幕呢就是那么一个大的，而且这两边就各有一块，一共也就3块，舞台搭的也不算高，后面整个就是人整个全部坐满，应该也没有国民党的那个造势人多，
但是呢，不一样的就是它这边真的都是自发来的，没有用那个观光车给拉来了。而且现在看这个场面的人呢，确实还是年轻人为主。发愿串起全台湾的人。我们继续大步向前，为了公平正义，为了多元共融，为了美好台湾。昨天挤都挤不进去，在国民党那场，我估计在民进党那估计也挤不进去。但是民进党这边因为人少嘛，所以就轻而易举的就到了舞台旁边。你好，哎，你好，我是你 YouTube 的 fans。你好，你好，对，谢谢。我是香港过来看选举的，专门从香港过来的。对，我也看到你来了台湾。啊，你好，很高兴看到你。啊，谢谢。可以照个相吗？可以，没问题。你怎么会想到专门到台湾来看选举？4年之前也有过来。好。对，所以那上一次过来之后就已经 cover 了，然后香港变了很多，所以这次也过来看一看。这就希望台湾不要变成香港的。对。好，谢谢您。谢谢。对，支持柯文哲嘛？柯文哲是吧？为什么支持柯文哲？高兴啊！啊？这你不能说高兴是什么理由啊？怎么讲？对不对啊？啊，年轻人呐。你是觉得支持柯文哲就是代表你年轻？对，是吧？那他的政见你对什么东西比较？我对政见没什么想法啊，你对政见没什么想法，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年轻就应该支持柯文哲。年轻的，那这个也有点盲目啊。对啊。好嘞，加油！你们都是志工是吧？对，志工。啊，那是哪儿的？是台北的还是？新北的。今天专门为了这个活动过来。对。啊，那今天晚上搞完活动还要回到新北去？对啊，我回家睡觉。还蛮辛苦的。还好啦，就是希望可以改变国家这样子。为什么这么支持柯文哲？第一个是因为我觉得他不会贪污，因为毕竟媒体现在都放大检视他，如果他有贪污的话，一定会被抓出来。第二个是因为我觉得他说的理念与我相符，就是我们都希望台湾的司法可以改革，然后国会也可以改革，因为现在有些立委或者是行政部员在国会说谎，他们都没有刑责，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台湾的改革必须要从政府开始，如果连他们都不愿意改变的话，那台湾是没有办法成长。但是，其实台湾这种政党制度要想在这个突破两大党的夹杀是非常困难的。对，确实非常困难。所以我觉得人民要成为他们的后盾，就是人民要愿意出来发声，愿意像现在到场支持他们。你在没有柯文哲之前，你投给谁？事实上我之前都在国外，但是这一次觉得，我觉得我必须要支持他，因为我希望。过去就没有投过，就是过去没有投过，对啊，就是那时候也不方便回来了，然后也觉得好像没有很必要要投这样子。这次觉得柯文哲就特别契合你的那个。对，他的演讲让我很感动。那你是专门为了这个来支持柯文哲才回国的吗？对，我们可以拉家里的人。你能拉到你家里的人吗？我拉了我妈妈而已。拉他来造市场？没有拉到造市场，就是他愿意投票。你拉他愿意投柯文哲的票，他同意了吗？他同意了。他同意了。对，他同意。然后他政党票也愿意投民众党。那他是因为是你是他的儿子吧？一部分啊，但是我一部分也觉得我妈妈比较开明，就是她有去听柯文哲他在说什么，然后他也认同他，所以加油！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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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到电视墙后面的贩卖区，购买柯 P 的小物或者是周边的衣服。在哪卖呀？在这个电视墙的后面。专门有一个卖的区域啊。它有分很多的尺寸。是吗？那我们去看一眼。是多少钱一件？就可以穿到凯道。是。多少钱一件？大概1000出，有帽子的跟没帽子的。很多的尺寸和颜色。1000出头是吧？1000多，大概1400、1500左右。王菊吗？你好。谢谢你的节目。你好。开始了。大家好，我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热血机长张志豪。晚安。
哇，我们好像第一次来基隆这边办这么大型的活动哈。好凉啊！开始了，港边就在这边哦。正在想看的时候开始了。不能哦。那你们热情吧？你们都吃过饭没啊？小爸爸哎。阿没有，哎呦，有便当吗？没有了。有游览车吗？没有了。有游轮吗？没，哎，对吧？是。但是先讲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近啊，等下大家动作不要太大，好不好？不要打到旁边。对，不要打到前面人的头又拍谁哈，大家小心一点，好不好？抱起来了。确实是充满了青春和活力啊！柯文哲，一手跳投柯文哲，跳投柯文哲，跳投1号柯文哲，好，准备好试哦。国民党的，他说你们都是在那个国民党的厂子捡过来的，是吗？是啊。有一说是没有这一场集中，我们自己有，自己也有是吧？我刚才听你们的志工说，可能北中南每一场都捡。国民党这个脸皮也是很够厚的。然后呢，他们现在开始就一直会告诉大家说啊，我们之后要找柯文哲，找郭台铭。我们可以一样联合内阁，也可以来当行政院长啊！有没有搞错？我们现在独立参选，很奇怪呢。对啊，搞东搞西的，一直在搞这个气保大叔，是不是太离谱了？太离谱了！太离谱了！我觉得他们这个在场上活跃气氛确实做得非常好，确实像年轻人的活动。最后1里路，拜托大家坚定信念，我们一起拼到最后，义无反顾！义无反顾！去哪里？去哪里？现在是7点20，现在人都坐满了，全都坐满了。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来，就是他们这个对人数到场的预估也比较准。大概其他猜的也就是这些人，不会差太远。因为如果你要是预估的人数出现问题啊，你的椅子太多，坐不满会很尴尬。如果要是人来的太多，你椅子太少，又会带来这个另外的问题。那说明他们组织的工作做得还挺不错的。后场啊，专门有志工啊来带这些参加造势晚会的人到前面去，把那些没有坐满的位置一个一个的把它坐起来。我觉得民众党现场的这些志工真的非常专业，一看就是还是训练有素，组织的非常好。小草是啊，支持柯文哲是吧？是啊。您为什么比较支持柯文哲？讲话有逻辑，你觉得？对，而且执行力很强。怎么看得出来呢？他在台北做了8年，台北改变很多。我是台北的，你是台北，你从台北专门过来接的，是吧？柯文哲他这个民众党毕竟是刚成立的，根基也很弱，好像能选上总统的概率也不是很大，可能性，你觉得呢？很多人。年轻人对于摆脱蓝绿非常的渴望，所以很难说。但是呢，毕竟选举也不是光是年轻人决定的了，是没错，是吧？但是我们一定要支持小党才有壮大的机会。那你觉得这次能选上吗？啊？我相信一定能，一定能，必须能，一定要，是吗？对，不，一定要政党轮替，一定，而且他必须是柯文哲。但是现在我看国民党天天在说要弃保啊，弃保啊，希望大家不要投柯文哲。对，我们也要弃保啊，我们要弃侯保柯，对，弃侯保柯，对。你是从什么时候比较开始喜欢柯文哲和民众党的？再往台中前进到台中，8年前就开始了，就是他当台北市长的时候，是吧？12月16号的言论时候开始，不到1个月，我们又办了10几场的大型造势，那都很早了，每一场都是大，那时候还没有民众党，每场都超过1万人。
那你现在为什么特别支持他？看到他愿意为台湾做事，然后愿意为人民付出，然后是一个很认真的人。那哪个候选人不都这么讲吗？但你要看到他有没有真的有做出来啊？那你觉得赖清德他们不是这样吗？至少现在高房价是一个蛮明显的情况。那我会觉得说，如果政府不想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不如换个柯 P 来试试看。至少他这样提出的政策都是很明确的。你们觉得柯文哲好在哪里？还是一样啊。很难讲出个所以然，常年累积下来的感觉。你过去是支持哪一个政党的？就在柯文哲之前都有支持过。就是说，民进党和国民党都支持过。对。台湾不是蓝就是绿已经太久了。像我们支持，因为我们所有都有投过，就是因为我们是谁执政，我们就会监督谁，就会反对谁，然后就想要换一个人，换是想要选举是想越换越好嘛。他如果再回去以前的，那还不是就选举就不会有进步嘛。那小朋友，真是小朋友爱看热闹啊，是吗？爱看热闹。你带他来，他不烦吗？他没看过，他没看过，他不晓得有人喊，他就觉得很热闹，他觉得有意思是吧？没有，儿子叫我们支持。是吗？啊，对。哦，那你是真心支持还是听儿子的？对啊，听儿子啊。听儿子的。对了。儿子支持你就支持是吧？那你今天来是儿子叫你过来的是吧？对呀。他也承诺，他今天当上了总统，他进入了中央，他一定会为我们的弱势朋友发声。阿贝一直在讲理性、科学、务实，但是最重要的是，只有柯文哲有执行力，他有超高的执行力，他有超强的意念，这个只有民众党才能办得到。台湾的选择，最好的选择，我们的选择，民主进步党竟然可以为了选举，拿国家安全这种事情出来操作，选举到了，却经常用恐吓牌、对立牌激化选情，制造社会不安，以此召唤含血、含泪、含恨的选票。这一种无良政府跟黑心商品一样，必须被下架，对不对？对不对？我刚所念的这段文字啊，是蔡英文女士在2015年12月25号，我精准的引用，蔡英文女士在2015年12月25号所讲的话。8年以后的今天，大家听到这段话，如此的熟悉，如此的讽刺，因为他所讲的这段话，是不是正是蔡英文主政8年以后的写照？对不对？这样子的政党，我们大家再拼50个小时，让他下台，好不好？好不好？让我们掌声欢迎台湾阿力吴欣盈副总统。基隆的朋友们，大家晚安。晚安。大家基隆的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吴欣盈，民众党的副总统后山林，叫我新娘嘛会使啦。高龄化社会的话，很多都是有慢性病的需求，需要去领药的。所以呢，你看，尤其是在偏远的乡镇地方，也是很麻烦的，老年家要就医；在都市的话，也是要定期去领药。台湾毕竟是 ICT 数位跟科技岛，如果可以结合医疗的话，这样子的话呢，大家会感觉到，对，不用前往医院就可以感觉到家里可以提到很高品质的这个诊断跟照护。那比如说数位医疗也有讲个数位健康，是什么差别呢？数位健康就是平时生活的时候，你的吃、你的睡，一些平常生活上面呢，那数位医疗的当然就是
就是这可能也是小党啊，比较介入性或是医疗在医院需要做的，所以我相信就是说，以现在的科技，我们是可以把，好不好？好，所以期待就是柯文哲这个造势场啊，前面上台讲话的这些人，基本都是在介绍政见，较少在做那种情感动员。每个人都上来讲一个自己了解的政见方面的侧重点。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难能可贵的。选举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这样，而不是应该到处在做这种情感动员。唯一的选择，柯文哲，基隆的选择，柯文哲，把北送进总统府，把北送进总统府。柯文哲出场了，真的很有人气啊！乡亲朋友，大家好！还有在网络上观看直播的全国同胞们，大家好！概括起来，他说目前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就是4不1没有。什么叫4不1没有？你知道？找不到好的工作。其实也不是，其实我们是这样。第一，真正问题是低薪的。你要随便找工作当然是有，问题要薪水太低。所以第一个是找不到好的工作。第二个是买不起房子，第三个当然就不敢结婚了，那更不敢生小孩，所以这个叫4不啊，找不到好工作，买不起房子，不敢结婚，不敢生子。那这个还不是最严重，最严重是没有希望，所以叫4不1没有，知道吗？柯文哲讲这4不1没有啊，其实是借用了当年陈水扁的梗。陈水扁上台之后呢，宣布4不1没有。你要叫现在一个年轻人说，实际上也在讽刺，那更困难。民进党啊。所以在我们那个年代哦，一个年轻人会不会成功，是看他有没有努力。现在你知道哦，怎么会变得这么困难呢？这道理问题是出在哪里？年度的代表制，结果后来选出来是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缺人才。那去年。差不多6年后的今天，还是柯文哲来了以后，你看，所以我们台湾现场的民众，我们还需要再去发现问题吗？确实是非常多，在那里大家都知道，里面的圈进不来了，在外面这个里头还有很多人就站在这个界限外面。你看，这外面也有很多人，除了这里面的人以外，外国的记者在报道呢。所以大家全部跑到，因为大概也是外面还有很多人进不来，政治还是要长期。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叫好，基隆河市的交通，可能是因为没有安检，或者说什么原因就不进来了，或者是连去彰化去看。我们去年不是缺蛋吗？缺蛋你知道吗？因为禽流感死一大堆。你知道为什么会禽流感？这些都是站在那个场外，因为那个养鸡场来听柯文哲演讲的。所以一只感染的鸟飞进来，一感染下去了，整个鸡舍全部死光光。那所以人家现代化的鸡舍，你知道，它是一个密封的。我就写了一句话，我说哦，执政不难，你知道哦，莫忘初衷。其实要跟大家讲哦，你想想看哦，国民党的肠子哦，肠子那个肠液是一片红。我说哇，这个实在太血腥了。难道民进党的肠子跟那联系的那个？跟我联系？你想想看哦，在跟我联系的吗？啊，哪一个跟我联系的？可是我们邀请什么？台湾陷入这种分裂端，我希望台湾是一个邀请国民党做东西，而不是一个我知道了，就是当时我给你发邮件那个是吧？对。哦，好巧，好巧。义无反顾，拼赢策，真的，义无反顾，拼赢策，相信美好台湾会在我们手中实现。好，谢谢大家。实现。这个在座的各位年轻人，
拜托你回去哦，要跟你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哦，这个去拉票。这个谢谢哇！突然又有一个新口号，我们喊一次好了。阿妹的选择，阿公的选择，阿妈的选择，阿外公的选择，阿外婆的选择。谢谢大家哦，很难的哦，马上要接上去的哦。这个把它唱出来。好，柯文哲讲完了之后，最后一个环节还大家一起唱歌。一起唱哦。一句话打过，双脚踏动位，当起来烦恼我，敢有后悔？所以我唱着这条歌，唱出心内的希望，有一天要错，会出人的路，坚持向前行。唱着这条歌，咱拢是台湾的囡仔，就算路歹行，咱拢不惊，予台湾的选择带咱来行。感动就需要一个安全的社会。嚯，这板凳立刻就收起来了，真的是组织有序啊。感谢我们所有的小草，这效率真的是挺高的。都看到了我们的康阿杯气球，现在也回到这个各位亲爱的朋友哈，感谢大家。海盗的时候就要比照它哦。有没有看到它的白纸运动？白纸运动就是1-2分钟的时间，然后椅子已经都收拾好了。现在会有一个白纸运动的活动哈。好，请大家拍照。可以，没问题。大家可以有机会，我们可能会开个连结，让请大家上传。哇，你这装得很像啊！这是专门自己画的吗？就这个发型。习主席传话，感谢民众党同胞贡献国家统一大业。因為你投票呢條友咧，哦，即係你送一票俾啊，他这个实际上是反对民众党的，我才理解。他认为就是说，习近平传话感谢民众党贡献国家大一统嘛，是不是？对吧？他的意思就是民众党实际上是跟中共是同路人的意思嘛，对不对？抗议的，我知道的。这是还在干什么呢？这排队是在合影吗？啊，是排队在合影的。这个也是真的是在其他的场子里没有见到的。就是造势晚会之后，大家还在排队跟这些人合影。民众党的造势晚会算是结束了啊。我自己的感受啊。我觉得民众党的造势晚会相对来讲是最符合现在理念的。当然我，民进党的那个还没看啊，就是通篇下来，他们都是在讲政见，自己要做什么，想要做什么，会做什么，较少的情绪动员，较少的那种口号式的语言。这个我觉得选举过程中正常的状态应该是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他们没有像国民党那样请了很多。歌手啊，到这地方唱歌啊，他们就自己来组织唱一下，相对来说场子也比较节约吧，这说明他们没有钱，当然也可能说明他们真的就是不愿意把钱花在这上面。而我认为，其实政治的造势本身就不应该花太多的选民的钱来做这样的事情啊。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他们自己真的挺像年轻人充满活力的那个样子。就他们的主持人呢，串场的内容啊，也包括中间做的一些小游戏啊，
动员民众的方式啊，真的都很现代，非常容易让人来接受，也挺能打动人的。他这种打动人不是靠那种非常强的情感动员，而是靠那种非常有接近性的那种表达方式，来让大家拉近他们之间的这种情感认同的。我觉得这个是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好了，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头了，我们也准备撤回到台北了。好。